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你对我的鼓励呢，我一定会记住。你一定行的。喂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也不是了，天亮之后就很漂亮。心跳正升高啊！好。我只有这个。再来一点。这样搬行不行？我想把你养我。我养你啊！面朝大海，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喊：“努力，奋斗！”海浪的回忆和我每天在片场听到的声音差不多，空洞又带着一丝嘲讽。他们都叫我，你这个死跑龙套的！我都会很认真的一字一句的去纠正他们。其实我是一个演员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平静而庄严的。这不是辩解，也不是乞求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尹天仇是一名演员，我知道他们不懂。在片场那个每天负责派发便当的阿伯眼里，我只是一个连便当都不配领的人。知道为什么没放话吗？就是有你那王八蛋，死来死去都不死，害得所有人都没饭吃，我也没吃饭呐。你还想吃饭吗？啊，和他一起吃吗？吃你是一滩屎，你比一片地。我该笨死你妈逼是！吃饭，吃什么你？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导演、制片眼里，我只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骂、用完即弃的工具。导演也 OK 了，也 OK 了。Action！在那些穿着华丽戏服的主角眼里，我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，只是一团模糊的背景。他们不懂，当我扮演那个被一枪打死的牧师时，为什么我迟迟不肯倒下？因为我在思考，一个神父在面对死亡的瞬间，他的内心应该是怎样的？是解脱，还是对主的最后一次诘问，到痛苦，再到一丝安详的释怀？我以为这才是表演，是对角色、对电影、对观众最基本的尊重。结果我被场务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了出去，还挨了一顿臭骂。他们说我连累了大家，耽误了收工。我看着那些围观的人，他们的眼神里有嘲笑，有不屑，有麻木。那一刻，我手里紧紧攥着的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，仿佛有千斤重。书上说，演员要由内而外的去感受角色，可是，在现实里，他们只需要我由外而外，他们需要我死了，我就必须立刻死去，不能有任何多余的情感和思考。他们觉得我执着的东西很可笑，就像一个乞丐在研究皇宫的餐桌礼仪一样，不切实际，而且令人厌烦。但我无法放弃。我把街坊福利会的办公室当成了我的排练厅，我的艺术殿堂。我对着镜子练习，对着墙壁说话。我把所有赚来的钱都用来买理论书籍。我甚至组织了一场社区话剧《雷雨》，来的观众只有几个阿婆和小孩，他们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但我依然用尽全力去演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有一个观众，舞台就是神圣。直到那天，他们来了，一群穿着暴露、举止轻浮的舞女，吵吵嚷嚷地闯进了我那个狭窄的办公室。为首的那个女孩就是李飘飘，她有着一张极其漂亮的脸，但说出来的话却像刀子一样又冷又硬。站在后面踩着香蕉皮摔到地上的那个家伙，就是他。注意到我的眼神了。你这个家伙，我还在想是哪个倒霉鬼踩着香蕉皮还要摔在地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多谢多谢，真他妈笨呐你！过奖过奖。你这个死跑龙套的！他们想让我教他们如何扮演清纯的学生妹去讨好客人，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严肃的创作挑战。只要是表演，就值得认真对待。我教他们如何用眼神、用肢体、用最细微的表情去传达恋爱的感觉。我让他们想象初恋是什么，是羞涩，是忐忑，是想触碰又缩回的手。飘飘一开始很不屑，他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我，嘴里全是脏话。你在那吸什么狗屁的嘴？你这死跑龙套的！他说：“你叫我扎鼻涕扮可怜啊！”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很冷静地告诉他，眼泪不是演出来的，是要感受出来的。你有个狗屁泪水在转腾转腾，你个死跑龙套的！为了让他体验，我教他使用芥末。当他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的时候，那种由生理刺激引发的真实痛苦，那一瞬间他是真的进入了角色。虽然方法有些极端，但那一刻我看着他，觉得他离演员这个词近了一步。从
从那以后，他常常来，我们开始聊天。在那些关于表演技巧的讨论中，我慢慢看到了他坚硬外壳下的样子。他会因为我说他嘴唇很干而生气，会在我说他其实很漂亮时假装不在乎。我看得出，他和我一样，都是用一种看似强大的姿态来保护内心那个脆弱、渴望被理解的自己。他和我其实很像，我们都在出卖一些东西来换取生存。我出卖我的表演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尊严，去换一个可能连脸都看不清的镜头和一份微薄的酬劳。他出卖他的笑容，他的青春，他的温柔，去换取客人的小费。我们都在扮演着一个不是自己的角色，在不同的人生舞台上努力的笨拙的活下去。那个晚上，他留了下来。海风从窗户吹进来，带着咸湿的味道，一切都发生得很自然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你对我的鼓励呢，我一定会记住。你一定行的。喂，对了，那天你教我装鹌鹑的那招呢？那些臭男人真的这样抬起我的头？老师早！哇，甜到心里，最近我可红了。真的？是，快红得发紫了。恭喜你了，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坐台小姐。多谢，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死跑龙套的。多谢。喂，眼前多黑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也不是了，天亮之后就很漂亮了。我走了。哇，那3个家伙撑不住了。咦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怎么？你的嘴唇破皮了，需不需要润唇膏啊？好。我只有这个，好点没有？好点了。再来一点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不用拉倒，去死吧你！人渣！你怎么了你？我最恨人嘴破皮了。我的嘴破皮，这我也不想啊。那干嘛不多擦点润唇膏呢？那就擦呀。去死吧你！不想擦不要勉强。其实我是想擦。那我警告你啊，你以后真擦的时候，你不要那么多废话。我说了我想擦。哎，等等。啊！你这个王八蛋！可不可以专业一点？要擦就擦均匀，不要随便蹭2下就算了。行了。之后我却陷入了巨大的慌乱。我看着他凝望着海面的身影，心里想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能占他便宜。我翻遍了所有口袋，所有抽屉，把我全部的积蓄、我的手表、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堆在了他的衣服旁边。我以为这是我唯一能给予的尊重。他回到屋内，看到那些东西，眼神变了，那是一种混杂着屈辱、失望和愤怒的眼神。谢谢了，老板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像被挖空了一块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但我不知道错在哪里。我只是一个跑龙套的，我一无所有，我还能给他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走了。是啊。去哪里啊？回家。然后呢？上班喽。上班行不行啊？不上班你养我。我看着他决绝的背影，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。我终于鼓起了全部的勇气，对着他喊：“哎！”又怎么了？
句话几乎耗尽了我一生的力气。我不是在开玩笑，也不是在说漂亮话。在那一刻，我甚至没有去想我明天吃什么，下个月的房租在哪里。我只是觉得眼前这个女孩，我不该让她再回到那个地方去，不该让她再对着那些男人强颜欢笑。虽然穷困潦倒，但我有一双手，我有一个演员的梦想。我愿意把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以及我未来可能拥有的一切，都用来换他一个安稳的人生。我开着计程车远去，心里一片空白。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但没想到人生真的像一盒巧克力。娟姐，那个我曾经在片场仰望的大明星，竟然找到了我，说要让我演他下一部戏的男主角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我几乎不敢相信。就当我穿上戏服，准备拍摄我人生第一个男主角镜头时，制片人带来了另一个明星，轻描淡写地告诉我，我的角色被取代了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全世界的声音都消失了，我听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，然后慢慢变得微弱。我脱下戏服，默默地走到旁边。我不能失态，不能发怒，不能质问。我是一个演员，就算没有角色，我也要演好一个专业的失败者。就在这时，那个每天在片场拍便当的阿伯，他找到了我。他竟然是卧底警察，他需要我帮忙去送一个装了窃听器和手枪的外卖。我害怕得要死，我的手抖得连外卖盒都拿不稳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锐利。他说：“你不是说你是一个演员吗？拿出你的专业来。”那一刻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是啊，我是一个演员。我的一生都在等待一个真正属于我的角色。现在这个角色来了，这不是演戏，这是真实的人生。NG 一次，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重来。我的舞台不再是摄影棚，而是危机四伏的贼窝。我的对手不再是念着台词的演员，而是真正的悍匪。我的导演是命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：尹天仇，拿出你所有的本事。我回忆书上所有关于情绪控制、细节表演的技巧。我设计我的步伐，我的眼神，我递外卖时那只微微颤抖的手。我害怕，但我把这份害怕变成了我角色的一部分。我不再是尹天仇，我就是那个第一次送外卖、紧张又胆怯的外卖仔。枪声响起的时候，我几乎瘫倒在地。但是当我看到那个便当阿伯中枪倒下时，我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被点燃了。我拿起了那把枪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。我学着电影里英雄的样子，大喊着开枪了。一切都像一场失控的戏。结束之后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我成功了，我用我的演技完成了一次最惊心动魄的表演。这一次没有导演喊卡，没有人骂我死跑龙套的，我用表演拯救了生命。我终于明白，演员的自我修养，修的从来都不只是演技，更是人生。是在一次次被否定、一次次被践踏之后，依然能够坚守内心的那份纯粹和执着。最终，我还是回到了我的街坊福利会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天都黑了，也不打电话回来，就是女犯。我刚才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不是演主角吗？不管你是主角也好，跑龙套的也好，你都要养我一辈子的啊！那是不是？看我是吧？哇，红色的唇膏液，你去鬼混啊！那这次我放你一条生路啊！再有下次，我不给你饭吃。走，走嘞！看什么看？不服气啊？打我呀，笨蛋！飘飘，我爱你。我没有成为大明星，但我重新排演了《雷雨》。这一次，台下的观众坐得满满的，灯光亮起，我站在舞台中央，念出第一句台词。我的人生或许不会有电影明星那样的光环，不会有万人追捧的荣耀，但是我找到了我的舞台，找到了我最忠实的观众，也找到了我生命里唯一的女主角，我尹天仇。其实我是一个演员，而且从今天起，我将会是一个幸福的演员。我的故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，但这只是导演给大家看到的想象中的结局。其实我真实的是在那场外卖戏份中就已经死了。其实剧中也已经有很多提示，在娟姐开车接我的时候，有提到监制给我定了练靶场，监制已经定了练靶场给你，一会儿要学开枪，说明我根本不会用枪。而且大家仔细看可以观察到，我最后开枪的时候，几乎眼睛都是闭着的。还有场务老婆多次拒绝给我盒饭，最终我在行动中领了盒饭。还有公演《雷雨》时，台词你们是兄妹贯穿两人拥抱场景，呼应我一直饰演的周平角色也是死于枪下。还有最后《雷雨》的广告牌上面只有柳飘飘的名字，尹天仇的名字大部分全被遮挡住，只显示一小半不到的影子。
这些都是在暗示我们真正的结局，还有很多其他细节，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发现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。